提起近些年最火的话题，那绕不开的就是消费降级。就连过去无人问津的临期食品，如今都成为了日常消费品的主流。现在如何省钱还能不降低生活品质，成为了很多国人的追求。其实有时候买东西不是它太贵，而是你没搜对关键词。这一期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按照原材料买东西的省钱攻略，咱们主打的就是消除信息差，避免让中间商挣差价。买爆炸盐就搜过碳酸钠爆炸盐，都听过吧？凭借极强的去污渍能力，近年来在网上卖的风生水起。但实话实说，一桶装的价格也要30-40块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还是有些小贵。于是有细心的网友发现，这玩意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过碳酸钠。去买散装的过碳酸钠，1000克包装的才不到10块钱，价格便宜到你都不敢想。用它去代替爆炸盐洗衣服、洗鞋、洗抹布，清洁效果一点不减，主打的就是省钱还好用。买花露水就搜 B 文案，对于南方小伙们来说，花露水真的是家家必备，它驱蚊止痒的效果真不是盖的。花露水你去超市买一小瓶装的也要卖到10几20块，真谈不上性价比。因此就有聪明的网友发现，花露水的主要原料其实是 B 文案，去买 B 文案原液，价格只要几块钱，好几年都用不完。如果按照1:9和酒精配比，就等于拥有了含量在10%的驱蚊液，驱蚊效果比花露水好不说，关键是价格还实惠。买水垢清洁剂就搜散装柠檬酸水垢清洁剂，堪称是去污界的一把手。用它清洁卫生间、洗手台、浴瓶上的顽固水垢，不仅能轻松解决，还不会伤害玻璃。但是这玩意一小瓶包装的也要卖到19块9，性价比真的很一般。和花露水同理，水垢清洁剂的主要原料就是这个柠檬酸。去买散装的柠檬酸，5斤装的才卖8块8，这价格和水垢清洁剂相比，连1折都不到，去水垢的效果也是嘎嘎好。买洗脸巾就搜美容院洗脸巾，有很多小姐妹都喜欢用洗脸巾代替毛巾，一次性的更干净卫生，而且还能2次利用，充当湿巾或抹布使用。但有一说一，质量好的洗脸巾，不管你去线下商超买还是网购，价格都不会便宜。对于洗脸巾这种消耗品，当然要选择经济实惠又好用的。比如去买美容院专用洗脸巾，一大卷10几块不到，一下子能让你用上半年。关键是吸水性和韧性也相当哇塞，而且厚实不掉毛。这个实惠的羊毛对于贫穷大学生来说真的可以薅起来。买洞洞板就搜5斤工具板洞洞板收纳置物架，确实很实用，但这东西随便一个也要大几百，真心是不便宜。但是如果你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去买5斤工具收纳板，同样是主打收纳功能的，那价格也就便宜多了。宽度40、高度100尺寸的才20几块，不仅厚实耐用，承重力强的也是没话说。当然，如果你还想便宜，还有10几块，还可以去搜免上墙的超市货架子，还有什么网格片、烧烤网盘、防护栏，都是超实惠的洞洞板平替。买樟脑丸就搜香樟木边角料，常年居住在沿海城市的小伙伴们，对于樟脑丸应该都不陌生。把它放在阴暗潮湿的衣柜、抽屉里，不仅可以驱虫，还能防霉防潮、除异味。但是樟脑丸的味道比较刺鼻，很多人闻着就想吐，实在受不了。其实樟脑丸的主要原料就是香樟木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化学成分。所以思路打开，去买香樟木的边角料，量大又便宜，几块钱就能买到一大包。这个东西味道清香不刺鼻，同样有防霉防虫、去异味的功效。有需求的朋友真的可以放心冲。买空气净化器就搜 DIY 净化空气机，万没想到，只要思路打开，大几千的家电也根本坑不了你的钱。对于刚装修完新房的业主以及养宠物的家庭来说，空气净化器那真的是刚需。但这种小家电你去网上买，没个1-2千根本下不来。但是用过的人都知道，它过滤效果的好坏主要靠的就是滤芯，所以咱们不如配件散装买更划算。你去搜 DIY 净化空气滤芯加上风机，一整套下来才70-80块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个简装的空气净化器，除了样子有点简陋以外，其他该有的净化、吸毛等过滤功能，它真的是一样也不少。关键是价格便宜，可以常用常换，也不心疼。结语，当然按照原材料买东西的省钱妙招远远不止这些。比如家家必备的洗衣液，可以去搜洗衣液母料，大部分的酒店用的都是它。同理，买洗洁精就搜洗洁精母料，原本是很多大型餐饮店用的，清洁效果可想而知。自从知道了这些省钱攻略，感觉以前真的是白白浪费了很多钱。都说新房装修是一场修行，好不容易熬过了硬装阶段，又要马不停蹄的去置办软装和家具。有一说一，很多人买家具就像逛商场，很容易冲动性的为了颜值和款式去买单，结果买回家才发现，很多东西都是徒有其表，中看不中用，用着鸡肋，扔了可惜，白白花了冤枉钱。本期小东结合自身经验以及网友们的反馈，
告诉你8件并不实用的家居用品，劝你入手前一定要三思，别头脑一热就往家里搬。1. 没有托底的岩板餐桌。不得不承认，岩板餐桌的质感确实好，极简的造型，平滑的桌面，自然的纹理，远远看上去真的是又显档次又好看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岩板材质的特性是太脆了。近期就看到不少网友反馈说自家的岩板陆续出现断裂、崩边、多处划痕的状态，吐槽说感觉被坑了。其实出现以上的这些情况，大概分析是2种原因。其一是遇到不良商家用成本低廉的陶瓷大板去冒充岩板材质，其二就是选了没有托底结构的薄薄的一张板，不裂才怪呢。所以喜欢岩板餐桌的，建议务必要买全托底结构的，安全稳固，用着放心。2. 客厅的大茶几。过去装修都会把将沙发、茶几和电视柜作为客厅里必不可少的家具，但是现在大家的生活习惯已经改变了，客厅也不再作为待客的主要功能，所以现在的茶几就会显得很多余，特别是那种方形的大茶几，摆在客厅中间，碍事又占地方，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，影响宝宝的活动空间不说，零食杂物放多了，还会让家里显得很乱。所以部分网友反馈，有了孩子之后，茶几是最想扔掉的家具，没有之一。因此，也建议大家不如一开始就选择沙发边机或小圆机来替代大茶几。3. 带贵妃位的 L 型转角沙发。同理，还有带转角的贵妃位沙发，之所以不建议大家买，一方面是因为它太占空间，尤其是小户型，会让客厅看上去狭窄又拥挤；另一方面是因为贵妃位功能使用率也低。可能有人会反对，说什么躺在贵妃位上看电视就是舒服，但仔细想想看，你家电视有多久没开了？贵妃位的功能只会用来堆放家里的衣物，所以与其让自己后悔，不如直接考虑直排沙发。客厅显宽敞不说，活动空间也大，实在喜欢躺在沙发上看书、刷手机的话，可以单独配个沙发脚踏。4. 小卫生间的浴缸。即使不做干湿分离，也要在小小的卫生间里塞下一个大浴缸，只为满足自己偶尔泡澡的需求。看到网友的反馈，我是真的无非理解。话说，想泡一次澡，注定逃不掉放水、蓄水，再到清洁浴缸这些繁琐事，耗时又费力。试问有多少人会坚持？长此以往，势必会沦为闲置品。另外，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，那只能站在浴缸里冲淋浴，安全性也让人堪忧。因此，建议大家如果没有常年泡澡的习惯，卫生间的浴缸劝你还是别装。5. 常年闲置的阳台吊椅。我身边就有不少女性朋友会被这种高颜值的网红吊椅种草，入手前幻想着可以在阳光明媚的下午慵懒地窝在吊椅上拍拍照、看看书，惬意得很。但是这种美好的场景只存在畅想中，用过之后就会发现理想很丰满，现实被打脸。因为这种吊椅因为设计结构原因，根本无法满足舒适度，别说摇摇晃晃一下午，坐上去10分钟就会腰酸背痛，很是疲惫，安全性也不高，摇晃幅度太大，还容易倒。所以真的不要图一时新鲜就往家里搬，这玩意体积也不小，常年闲置，放哪都碍事。6. 不带柜门的展示柜。什么书柜、酒柜、装饰柜，统统不装柜门，甚至我还看到有些网友的家里还有开放式的衣柜，只要追求那种看上去通透的效果，不管是哪一种，我劝你都别去跟风模仿。柜体不装柜门，里边摆放的物品确实可以更好的展示出来，但家里又不是商场和酒店，不需要展示给别人看，好看的效果是牺牲实用性换来的。柜子不装门，柜体积灰难清洁是个大问题，所以真没必要为了效果给自己徒增家务烦恼。如果想要部分展示空间，也建议选择通透的玻璃门，既不影响效果，又能防灰防尘。7. 使用率不高的跑步机。前段时间看到部分网友反馈，自家跑步机目前的使用情况真的会被笑掉大牙。例如有把跑步机当晾衣架的，还有当杂物台的，甚至有网友把跑步机改成单人床的。总之，终归是难逃吃灰、闲置或转让的最终宿命。因此，也奉劝想通过在家运动就能到达健身效果的家人们，头脑冷静一些，因为大部分人都只有3分钟的热情。所以，与其花钱买个使用率不高的产品，放在家里吃灰又占地方，还不如去楼下的小区或花园跑步来的划算。8. 网红羽毛吊灯。羽毛吊灯也算是装饰灯具界的老网红了，仙气飘飘的造型设计，给人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。特别是吊装在女生的卧室里，既显得温馨，又很有艺术感。
但多数网友对于羽毛吊灯的评价就是买前多喜欢，入住后就有多嫌弃。其实这种羽毛吊灯特别不适合家用。首先，羽毛一吸灰，脏了之后既不能洗又难擦；其次，用于主要照明亮度还不够；另外，易受损，使用寿命也短。因此，这种羽毛灯作为床头装饰灯还不错，如果作为吊灯，真心不推荐，难清洁，亮度低，到时候就有的哭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分享出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少花冤枉钱，买了那些并不实用的家居用品，放在家里闲置，吃灰不说，也给卫生清洁带来很大麻烦。装修最怕什么？不怕过时，就怕踩坑。因为装修就没有不过时的，但装修一旦翻车踩坑了，入住后全是问题。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整理7个只有入住后才发现的装修坑，都是装修小白最容易忽略的地方，劝你要耐心看完，哪怕少踩一个都是好的。1. 地面柔光砖。近些年家庭装修流行做无主灯设计，灯光有层次，同时还能增加氛围感。很多人会告诉你，无主灯不能铺亮光砖，地面会有光斑，于是乎就买了柔光砖，结果入住后更后悔了，发现地面好像永远都擦不干净的样子。我猜你大概率是买错了，跟风买了便宜的柔光砖，市场上4、5、11片的都是柔抛砖，不仅不耐磨，还非常难打理。真正肌肤釉面的柔光砖根本不会渗污渗色。2. 衣柜一门到顶。衣柜做一门到顶设计，确实美观大气，也很符合极简的装修风格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这个一门到顶衣柜最大的问题不是材料费贵，而是门板会变形。衣柜柜门做一门到顶，即使你加了拉直器，过个3、5年也会变形，关不严。花高价定制个未来有隐患的东西，不知道你图个啥。再说了，这个衣柜做分体设计，它就真丑吗？价格便宜不说，关键是它稳定不变形啊。3. 肤感膜柜门。肤感膜柜门确实很美，摸上去光滑细腻，质感一流。但是听我一句劝，千万别用在橱柜上，厨房是个重油污的地方，肤感膜柜门一摸一块污渍，全是手印，后期搞卫生会累到让你怀疑人生。其实要说抗污能力，还得是高光柜门，沾上油污一擦就干净。不过高光柜门也存在不耐划痕的缺陷，要我说，橱柜柜门还得是双饰面，既便宜又抗造。4. 吊轨推拉门。厨房做吊轨推拉门，想着颜值高，地面无轨道，卫生也好打理，但装了以后，你才发现吊轨门除了效果好看，其他全是缺点。首先，吊轨门密封性就差，因为不能完全落地，离地会有1至1.5毫米的缝隙，根本无法阻隔厨房的噪音和油烟。其次，稳固性也不行，因为自身重量原因，时间一长还会有下坠晃动的情况。还有价格贵，维修率高等诸多问题。所以说，千万别为了颜值去牺牲实用性。要我说，超薄轨道的地轨移门才是首选，不仅稳固性高，而且不会积灰、藏污。5. 隐形踢脚线。都告诉你墙面做隐形踢脚线，说是不落灰，好打理卫生。但是我奉劝你，没有钱咱别硬上，做过的人都知道，隐形踢脚线要想达到完美效果，墙面冲金找平，刮大白费用至少多花1万多，不然后期全是瑕疵。踢脚线与墙面衔接的地方全是大缝子，根本没法看。所以说，预算不高，咱就用木质踢脚线明装，选和门框同色的，高度选4至6公分的，效果一点不差。6. 岩板一体盆。卫生间浴室柜装岩板一体盆是真心不实用，别看它颜值高，整体性好，但是入住后你会发现这玩意用起来是真糟心，台盆浅，下水慢，易溅水，这些毛病抛开不说，关键是它这个所谓的一体盆实际上都是打胶拼接的，这就导致它这个盆底边缘处都是卫生死角，根本擦不干净，而且时间久了还有开裂掉底儿的风险。要说浴室柜最实用的，还得看性能成熟的陶瓷一体盆，卫生好清洁，用着也省心。7. 浅色环氧彩砂。环氧彩砂的质感美缝剂是达不到的，特别是配合哑光瓷砖，做好了有种缝隙消失的美观，因此很多人宁愿多花钱也要选环氧彩砂。但现实中做环氧彩砂翻车的也不在少数，大多数是因为选了浅色，尤其是白色环氧彩砂，基本上没过半年就出现变色发黄的情况，特别是像阳台有光线直射，或者是厨房油污重的地方，变黄问题更加严重。如果不想踩坑，切记浅色的瓷砖一定要用聚尿彩砂，才会达到缝隙消失、永不变色的效果。结语：记住，装修不要盲目跟风，特别是一些流行的网红设计，花钱多还不实用，与其去追求一些潮流，
不如选择适合自己的，一切以入住后的实用性为主，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踩坑。家用电器是每个家庭都离不开的刚需，买对了可以提高生活品质，买错了不仅用着糟心，还会给生活平添烦恼。为了让朋友们在选购电器时少踩坑，少花冤枉钱，这一期小东就给大家总结5种正处在淘汰边缘的家用电器，有些是因为自身缺陷太多，有些是技术发展所致。不管是哪种原因，劝你捂紧钱包，别再入坑了。定频空调。现在正处在炎热的夏季，空调自然迎来了它的抢购高峰。对于近期有选购空调的朋友来说，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市场上的定频空调越来越少了。即使有在售的定频空调，也多数是进口机型，而国产品牌几乎都是以销售变频空调为主。虽说定频空调在价格上以及售后维修方面有一定的优势，但还是被市场无情的淘汰了。究其原因，还是自身缺陷导致的必然结果。首先，耗电量大，这是个不争的事实。因技术原因，定频空调在运行中会频繁启停，势必会加大用电量。其次，舒适性差。虽说定频空调制冷速度快，但它在工作中会始终保持一个温度运行，因此舒适性也会大打折扣。另外，噪音大，用过定频空调的人都知道，当室内温度过高或过低时，它是通过压缩机频繁启停来调节温差，因此产生的噪音声会很大。相比之下，目前的变频空调技术，不管是在节能省电，还是舒适性以及静音方面，都要优于定频空调，所以也是大家购买空调的首选。制冷冰箱。冰箱就制冷方式来说，分为制冷和风冷2种。过去家家都是制冷冰箱，一用就是7、8年，自然有它独特的优势，比如性能成熟、故障率低、节能省电、价格便宜。但是现在市场的制冷冰箱虽说没被完全淘汰，但购买的人却越来越少了。至于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买制冷冰箱了，我也给大家分析了几点原因。第一，制冷容积小。由于技术上的障碍，导致制冷空间有限，所以制冷冰箱有效制冷容积在300升以下，冰箱的容量小，注定无法满足多数家庭的囤菜需求。第二，制冷温度不均衡。因为制冷冰箱是动力制冷，制冷效率不平衡，常有食材冻伤或变质的现象。第三，冰箱内太容易结霜。制冷冰箱的结构是蒸发器直接暴露在外，会导致冰箱内结霜，而且不定期清除的话，冰霜会越积越厚，影响正常使用。综上所述，这些也是大家不愿意再购买制冷冰箱的根本原因。而反观技术升级的风冷冰箱，不仅容量大，而且制冷均衡效率高，更好地满足了家庭生活的使用需求。3. 水槽式洗碗机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家用洗碗机在中国家庭中的普及率也是越来越高。其中，水槽式洗碗机不仅兼具水槽和洗碗功能，而且能洗果蔬，拿取碗筷不用弯腰，在前些年可以说是销售火爆。但是，很多购买水槽式洗碗机的家庭，在使用后发现根本不实用，自身的弊端还真不少，所以也就导致了它跌下神坛，慢慢进入了被淘汰的边缘。说到水槽式洗碗机的自身缺点，我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点，容量偏小，清洗餐具的空间有限，这就导致它的实用性很差。大点的锅具放不下，碗碟稍微多点，要么排队洗，要么手洗，不能彻底解放双手，很鸡肋。第二点，技术落后，不能存储碗筷。虽然水槽洗碗机能满足基本的洗烘需求，但多数不具备消杀除菌性能，导致洗完的餐具不能存放，不及时取出会产生异味，滋生细菌。第三点，占用台面空间，维修麻烦。水槽洗碗机体积较大，会严重压缩操作台空间，对小厨房并不友好。而且水槽一体式的维修成本也高。除此之外，水槽洗碗机的售价也不低，动辄5、6千的价格，还不如去买一台实用性更高的嵌入式洗碗机。不仅容量大，功能多，而且性能技术更成熟，自然就取代了它的地位，成为了洗碗机的主流产品。4. 洗烘一体机。很多人买洗烘一体机，就是觉得它更节省空间，然后又能洗衣，又能烘干，应该很实用。但是买回家之后才发现，理想与现实差距很大，纷纷吐槽当了冤大头。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也并不奇怪，市面上一些低端的洗烘一体机，虽然价格便宜，但技术方面也较为落后，无法满足大家的使用需求，被淘汰也是在情理之中。就比如被大家诟病最多的地方，无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。首先，烘干容量小。洗烘一体机的烘干容量一般只有洗衣容量的3/2，如果超出的话，就会出现衣物潮湿、烘不干的情况。
其次，干衣效果差，低价的冷凝式洗烘一体机烘干效果较差，干燥后的衣物缩水严重，还皱巴巴的。另外，耗时比较长，因为一体机的烘干电机小，容量小，这就导致干衣速度慢，耗时耗电是避免不了的。此外，多数洗烘一体机没有绒毛过滤功能，长期使用内桶会滋生大量细菌，影响健康。因此，建议有衣物烘干需求的家庭首选独立式的热泵干衣机。虽说价格略贵，但烘干衣物效率高，实用性更佳。5. 激光电视。激光电视与传统的液晶电视相比，尺寸更大，与家庭投影仪相比，颜值更高。得益于这2点优势，曾经也深受人们的青睐和追捧。但是好景不长，经过这些年的市场检验后，产品的不足之处和缺陷也显露出来，因此也逐渐被推到了淘汰的边缘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激光电视很大程度上只能被当作发烧友的玩具，不可能普及。接下来我来说一下它的缺点，你就明白了。1. 画质效果差。虽然被叫做激光电视，但它并不是电视，只是个能发声的短焦投影机，所以画质方面自然和液晶电视比不了。万元以上的产品还不是真 4K。2. 抗光性差，见光死。激光电视被吹嘘的护眼，其实就是为了遮盖对比度差、亮度低的缺点，特别是环境光亮的时候，画质效果会大打折扣，比如白天看还得拉上窗帘。3. 更伤眼睛。虽然激光电视没有直射，对眼睛刺激小，但其实为了提高画质效果的抗光屏幕，亮度却一点不低，反而对眼睛伤害更大。此外，像投影仪通常都有的噪音大、寿命短、性能不稳定的毛病，激光电视也一个不落，而且动辄几万的价格真的毫无优势可言。总而言之，如果想追求大屏的体验，还是建议首选75寸以上的液晶电视，画质好，清晰度高，而且价格也实惠，品牌机也不过4、5千元。好了，说到这儿，相信大家也就明白了，为什么以上这5种家电会被淘汰。归根结底，多数是因为自身的缺陷导致无法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，所以最终会被市场淘汰。在我看来，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5种争议性颇大的电器，建议入手前权衡好自己的需求，不要交了智商税。1. 洗碗机。不可否认，大家对它的口碑评价的确是两极分化，有人把它当成宝，有人放在角落里吃灰。那洗碗机到底好用吗？当然好用了，比手洗的干净卫生，同时还具备烘干、消毒、存储功能。但洗碗机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，比如清洗前需要去掉残渣，摆碗也比较费事，不存在完全解放双手。其2，清洗时间长，即使就几套餐具，也同样耗时耗电。其3，洗涤耗材要比手洗的多，因此家用洗碗机更适合人口多、1日3餐在家做饭的家庭。2. 前置过滤器。有人说前置过滤器达不到直饮水的标准，所以安了也没啥用，根本就是智商税。事实上，所谓的前置过滤器就是装在用水前端的一个大筛子，它是通过不锈钢滤网过滤水质中大颗粒污染物，它的作用可以更好地保护家里的其他用水电器，或者说它更多的是配合其他净水设备使用的，可以有效减轻第1级滤芯的过滤压力，延长其使用寿命。因此，前置过滤器更适合安装了软水机或厨下净水器的家庭使用。3. 零冷水燃气热水器。所谓的零冷水热水器，就是家里的水龙头一开就可以秒出热水，但是大家对它的看法同样是各有不同。这主要是因为零冷水热水器优缺点并存。用零冷水的优势是省水，但既费气又费电；不用零冷水，缺点是费水，但省气又省电。同时，要想实现零冷水功能，安装时还要预留回水管，安装耗材大，成本高，所以做零冷水不是必需品，它是花钱提高舒适度的电器。因此，零冷水热水器更适合房子面积大且不差钱的家庭。4. 集成灶。集成灶说简单点，它就是一种新式的厨房电器组合，不仅具备传统的烟机、灶具功能，同时还有消毒柜、蒸烤箱。它最大的优势在于一机多用，更节省厨房空间，而且相比于传统烟机，它的油烟吸净率也更高。但是它之所以没有完全取代传统烟机，主要是因为它的售价比较贵，主流产品基本都在1万元以上。其次，因为是模块化设计，也就导致它的安装和维修成本也高，因此集成灶更适合预算高、厨房小的家庭。5. 管线机。管线机又名管线饮水机，可以实现加热、保温、制冷。卖家的口号是一台管线机等于烧水壶加饮水机加保温壶。
那管线机到底实不实用呢？其实对于需要及时饮水需求的家庭还是非常适合的，比如奶粉、饮茶需要合适的温度才能冲泡，管线机可以直接设置你需要的温度。但是安装管线机需要提前预留水电以及插座位置，相对比较麻烦。另外，它不能直接用自来水，需要配合净水器才能使用。还有，如果是带水箱的管线机，内部容易滋生细菌，因此管线机更适合对生活品质高、有即时饮水需求的家庭。家用电器可以说是每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。对于一些小型的家用电器，大多数人会选择在网上购买，毕竟动手指就能完成，不用东奔西跑的亲自去实体店，更加方便省事。但是对于一些大件的家电产品，太多人拿不定主意，到底能不能网购？线上买的跟线下实体店的质量到底有没有区别？前段时间我们大学同学聚会，碰巧有一个同学毕业后就在家电行业工作，他告诉我说，一般主流的家电品牌生产出同一个产品，会用3个不同的型号命名，分别是线上型号、线下型号和专攻型号。家电厂商故意把型号岔开，为了就是防止渠道之间打价格战。因此很多人会发现网上有些型号在实体店你根本找不到。那么买家电到底是在网上买还是到实体店里买会更好？来听听我老同学怎么说。先说线下实体店，线下型号一般都是外观略显华丽、功能完善的产品，理由也非常简单，品牌方也知道选择线下的大多是以中老年群体为主，一般不喜欢网购或根本不懂网购的人群，而且经济比较稳定，有一定的支付能力，这类人群更注重线下实体的服务。很好的产品体验，包括一些产品新功能，还有销售人员热情的讲解等等。其次，之所以线下产品比线上卖的价格贵，也有一定的原因，毕竟还需要支付房租、人员开支、活动费用等等，没有一定的利润是难以生存的。再说线上型号，首先就是价格必须敏感，比线下价格便宜是肯定的，不然消费者就失去了网购的意义。家电厂商也知道，现在线上的人群画像肯定是年轻人居多，他们更关注的是产品的外观、主要功能，且喜欢对比参数数据，所以线上产品通常科技感强，外观时尚，再砍掉一些可有可无的功能配置，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。理论上来说，只要型号一样，质量就一样，这和线上线下没什么关系。为什么便宜很多？因为对于厂家来说，线下实体店型号的客户是各地的经销商，而网上直营型号的客户才是咱们普通消费者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自然就更便宜。最后说下专攻型号，说白了指的是某宁专攻、某猫专攻、某美专攻、某东专攻等产品。既然是专攻产品，那就得稍微改造一下，再拿去给那些大平台销售。所以如果你去对比，不难发现产品只是型号不一样而已，基本上就是多个字母、少个字母或大小写不同。再比如像某宁的产品后缀加个 S， 某东的加个 D， 某美的加一个 G 等等，这些就是渠道包销机了。你只有在对应的渠道里边，你才能买到，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。不过大家放心，大平台之间的竞争极其充分，即使是专属产品，他们的价格也是合理的，只是规避了同品比价，还有活动力度、活动档期的不同所带来的麻烦。至于大家去逛线下实体店时候，商场的导购会和你讲，网上的产品不如线下的质量好，机器重量不一样，选材用料也不一样，可能还会买到翻新机等等，这些通常也都是他们的销售技巧罢了，为了就是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。其实产品就一个核心点，一个大品牌的家电厂家，它只会分渠道、分马甲，不会分质量，因为没有一个品牌或者一个厂家不懂，只有品控一样才叫品牌。至于线上价格便宜，是因为卖的是翻新或返修机，这个纯属无稽之谈。如果你把翻新机敢当正品在线上卖，那么第一台就会被你的同行买走，然后大肆宣传炒作，搞臭你这个品牌。关于线上线下产品安装售后是否有区别？首先流程是一样的，你不论是选择线上还是线下购买，都是按照我们所在地区的仓储物流统一安排送货，然后再安排专业的师傅上门安装。其次，不管你是线上购买线下购买，你会发现其实安装和送货通常都是同一伙人。至于质保售后问题，那就更不用担心了，只要你买的是同一个品牌，售后服务肯定是一样的。而且如今大的家电品牌都有全国统一的服务电话，产品出现质量问题，打个电话就有专人上门进行检验维修。总结一下，
不论是线下还是线上购买家电产品，首先质量肯定是一样的。如果你对网购不是很精通，更乐于享受线下产品体验感以及导购员1对1热情的服务，还有线下商场高大上的购物环境，那你可以去实体店买，价格贵一点也很正常。你觉得贵那一部分是被房租、水电、人员、装修等费用吃掉了而已。喜欢网购的一定要买线上型号，由于它这个运营成本低，价格确实便宜，但一定不要在网上买线下型号，网上的价格就是给实体店打掩护的，实体店的实际成交价会比网上低很多。如果真有人到网上买原价，那就是能坑一个是一个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问我同学，线上型号和线下实体店型号性能差别大吗？他告诉我说，其实家电功能比较单一，只要参数差不多，差别就不大，颜色和外观一样，只有型号不一样，目的就是让你无法在各个渠道之间比价而已。